我是君令，欢迎来到我的写字频道，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说明写字的架构心法。在影片中呢，我会一笔一笔的带着大家练字哦。频道的努力方向是，当你看完影片时，基本上也能够使用影片中所分享的方法，顺利的写出美字。建议你在观看影片的时候，顺带做这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可以大大的提升你的学习的效果哦。首先，第一个部分，请拿纸和笔跟我一起练习，这个过程就叫做临摹哦。记得只看影片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进步的，写字是一项技能，所以技能需要练习。我们边看影片边临摹影片中的例字，这样效果就会提升很多哦。替自己准备练习纸的时候，我们可以准备像这样子的米字格的纸，中间有米字的格线，或者是像这样子田字格的纸，中间有十字的格线。田字格的纸跟米字格的纸中间的格线的作用，就在于帮我们定位笔画。笔画落在格线的什么位置，你在临摹的时候就尽量把它复制在格线中的相同的位置，这样在书写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相当好的依据哦。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请你熟记字体笔画书写的重点，这些部分我在影片教学分享时都会提到，把这些书写的重点记下来，在我们自己揣摩练习的时候把它运用上，这样子写出来的字其实就会进步得很快哦。这就是练习字韵的过程，在我们学习硬笔字里是一定需要的哦。对了，在影片最后我会整理影片中例字的书写规则送给大家，方便大家记忆使用，你可以截图保留，所以记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哦。第三件事情，请你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按个赞哦，订阅这个频道，开启频道的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课程的通知哦。定期收看写字教学课程也很重要，这样会让写字的心法不停地在脑袋中催眠塑形，帮我们很快地建立新的书写习惯哦。你知道吗？你的按赞和订阅是我继续拍摄影片最大的动力。拍影片其实一点都不轻松，非常感谢大家愿意留言支持、鼓励、肯定我。现在赶快给个赞吧，顺便留言告诉我，练字也不轻松啊，为什么你会想要改变自己的字体呢？这集影片要教大家写有点难度的三拼字。三拼字在处理上有点难度。三拼字顾名思义就是由三个结构部分所构成的字。今天要教大家书写的是谢这个字。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三个结构部分，延、伸、寸。延在左边，伸在中间，寸在最右边，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三拼字为左、中、右结构的字。左中右结构的字在汉字里呢并不常见，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上下结构或是左右结构的字，所以在三拼字的书写上呢就更抓不到方法了。那我们在处理左中右结构的字呢，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就会摆放在如何把每一个部件用最恰当的比例出现在字体中。那我们就要先来看看谢这个字，它是由延、伸、寸三个部分所组成的。那如果以它独体字的状态直接塞进我们的字体里的话，字体就会变得太胖，就留下我们的右侧笔画让它延伸，左侧笔画我们就会进行缩减的动作咯。那么我们再看到右手边的寸呢，左侧会跟伸接在一起，所以左侧部分我们这延伸的笔画就必须做去除。那么右侧部分呢，它的横画还是可以继续做伸展的哟。好，我们先大致解释了之后，我们再回到谢这个字本身来看，我们来书写谢这个字给大家看咯。好，首先呢，我们要先写一个点画，
接着要再写一个横画，横画的部分我们会让起笔移向左侧，要做一个延伸左侧主笔的感觉，所以主笔往左侧延伸之后，拉到点画的下方停止。接着我们再写两笔的横画，短短的靠近右侧下方书写，然后再写一个口部。口部结构要上大下小哦。好，我们来观察一下，在这个言部里我们做了什么。第一个，首先所有的笔画都不超过右侧的隐形线，为了去避让出一个适当的空间，让我们等一下的身来写。接着在我们的右侧延伸出横画的部分，去伸展右侧横画。再来，口部结构上大下小哦。接着我们要来书写身的部分咯。那言部的部分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言部的部分高度要抓得刚刚好，如果抓得太高的话，中间的中宫就松散咯。接着继续写身的部分，身的部分的撇画我们稍微往上移一点，因为身要写得比较高，然后再写竖画。竖画刚好安插在刚刚言部的两个短横中间形成的这个小小空间。接着我们再写横折，好，竖要直，让它直直的往下前进。在三拼字中，中间的结构必须要站正站直。好，再来我们再写两个横画，再写挑画，接着要下撇咯。撇等一下要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件平均分配现在我们所见的这个留白，第二件要从口部下方穿出，做一个穿插的效果。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我刚刚说的两件事，把两块空间平均分配，并且做一个穿出的动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写寸的部分了。寸的部分要先处理第一笔的横画，第一笔的横画到底要下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字，寸的横画下的比较高，比较高的横画会产生一个重心无法往下转移的这样的视觉效果，所以这个横画的位置下得太高，我们的谢字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点的向我们的左下右上斜掉了。好，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再移回刚刚我们所书写的字吧。在这个字里，我们稍微把我们的重心从刚刚的比较高的位置，然后下调。那我们下调到什么地方呢？那我们现在把它降到第二横的旁边，这样我们重心就有下移咯。好，接着我们的寸的竖画，它的起头跟身的撇画一样高，再往下直拉，然后回勾。好，大家可以注意到一点哦，在我们书写寸的竖画时，我们会靠右侧，让它变成是左长右短的形态去书写，然后最后再下一个点画，点画就靠着上方下点。好，谢字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谢的架构。谢的架构整体而言会有一种从左边慢慢放大至右边的感觉哦。好，所以它整体呈现的字形是这个样子的。那撇除它右侧最延伸的部分，在我们字形的配置上，三个左中右结构大致上是占相同的比例哦。左中右结构的字呢，有几个共通的原则。第一个是字体在书写的时候，不能以它独体字的状态书写在字体中哦，这样会让整体显得太宽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宽度，让它以瘦瘦长长的字形组合在字里面哦。第二个部分是左中右结构的字，因为在字形结构上比
较复杂，所以我们字体在书写的时候要做到避让穿插，才能协助让中宫更加紧缩。那么当然在外侧可延伸的笔画，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下伸展。好，第3个部分是左中右结构的字，在中间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写正哦，重心要保持平稳。那么左中右结构会随着它的所在的位置，在字形上面有不同的变化。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三拼字的书写规则的话，可以在留言栏中跟我许愿，我会考虑再拍一集三拼字来跟大家介绍其他的字体书写的规则哦。那么顺带一提，上下结构及左右结构的字体，之前的影片也都有提到，在教学的过程中并没有被跳过哦，只是散落在不同的片段。想不到只介绍一个字就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其实练字就很像是盖房子，每日都在累积能量，训练着不同的知识技巧。那么1-2天就想看出巨大的变化，实在很不容易哦。毕竟房子也没有一天在盖成的。但是如果我们肯拉长时间来看，你绝对可以看出明显的改变，因为基础稳固了。一旦能量爆发的时候，那进步的速度你自己都会觉得吓一跳呢。想问问大家，在学习写字的路上有没有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呢？可以跟君令分享你的改变哦。哪些书写的观念是你觉得最有用的，或是认为效果最好的，也欢迎在留言栏处告诉我哦。这边帮大家准备了写字书写时的心法要诀，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再度邀请你替影片按个赞吧，订阅这个频道，开启频道的小铃铛。也许你也可以分享这则影片给也正在写字路上努力的人，你的任何一个按赞留言都是我继续拍片的动力哦。谢谢你，我们下次见。